像你想到康熙来了，你连布景都想得出来，看板人物你也是想得出来他的片头啊什么的，那搞不好这个有机会，那我们可以努力花个3年5年来做这件事情。关姐怕，这个很多压力是我身上，我要主持好，对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频道最受欢迎的长影片有哪一些。那前阵子呢，我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说，我其实没有这个志奇机平台后台的这个管理员权限，所以呢，我都看不到年度报告，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但这是真的。这虽然呢，后来我们有拿到这个整体的数据啦，但是没有比较细节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也找到了频道的企划，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年的这个频道回顾。那大家打个招呼吧。嗨，我是阿廖。大家好，我是关杰。只不过呢，在开始之前，还是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有产品或平台上线之后，但不知道该怎么样让潜在用户产生兴趣呢？讲太多功能，怕用户没有耐心；讲太少，又怕没有特色。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支能够把复杂资讯说清楚的动画。子君设计的专长呢，就是把复杂难懂的资讯变得一目了然，让你的用户一看就懂，一听就想用。子君设计拥有将近10年的制作经验，从企划到制作，专业高效率，帮你洞察市场，找到用户痛点，并透过创意展现你的关键品牌价值。不仅风格多元、画面流畅，还能够结合实拍。只要有产品、平台或是服务展示的制作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在开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影片统计的那个数据啊，是截取2024年的1月1号，好到12月15号这段期间。那内容呢，主要是针对长片。那我来先问一下关杰跟志奇，你们觉得2024年频道最强的影片是哪一支呢？我甚至不知道2024年的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哈吧，哈吗？对啊，因为它是年中发的啊，然后有180集，这应该已经是最强了吧？对耶，应该就是哈吧。对啊，就是哈吧，应该最强就是哈吧。的确就是哈。共感程度那么高。对，意料之中的答案，它就是我们哈5。我们在2024年的4月上片，它现在已经是频道的第5名。那它观看数我去看，对，它一直是稳定的成长，就是一直这样顺顺的一直往上爬。我连就完全没有在看志奇七七的朋友都跑来问我说，企划是谁？这个维是谁？怎样想挖角我的计划？可恶！没有，应该想谈恋爱。那关杰跟志奇，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哈会最多人看吗？做的就是蛮好的吧。主题我们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跟选择，还有解释一些大家原本不好解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分享上面的那个诱因啊跟动机应该很高。对啊，我觉得关键就是这很贵，很贵啊，很贵啊，多贵？40到50之间吧，差不多。但我必须说，我觉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它也是经过我们好几次的成本控制了。针对那个哈有拍会员影片，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看那个观众啊，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有共鸣的片段。你跟都会区有房子的同才比起来，你人生奋斗的终点就是它的起点。洛书讲的这句话，意思是说，都会区那些有房的朋友，他们早就赢在你的起跑点上，然后很多人都对这句话很有感，然后甚至还有人说太乐观，这就太乐观。有时候你的终点还碰不到别人的起点，这样子。你们有什么看法吗？我这几年在台湾的观察，就是我在台湾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慢慢有感觉到民生议题的无力感。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学运世代的时候，其实统独议题是一个台湾主流论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可是这几年就是很明显可以开始感觉到它开始往民生议题这边飘，然后像什么房价，然后薪资这种事情，它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共感非常强烈的事情。对，因为它真的变得有点太过头了。因为我作为一个资方，老实说我可以不管这种事情，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每年大家都会加薪嘛，就我觉得简讯设计算是一个真的我们有认真在讨论加薪，然后给大家比较好待遇的一家公司。然后我加完之后，我就想，大家应该要过得好一点，然后没有，因为大家房租涨了。然后我真的会作为一个老板，你发现最后都变这样的时候，你就有点难过。其实真的是相对剥夺感。台湾这几年经济非常好，然后大量的热钱进来的时候，但可能很大一部分人是感受不到到底经济好在哪里。因为真的它太集中了，它太集中在就是高科技产业里面，其他其实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我在读 PG 的书的时候，就里面他就提到说，贫富的差距很可能就是一个专业分工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会导致这样。但我们有想要看到这样的事情吗？对，你需要一点社会主义。最感慨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 YouTuber， 他也都算是在社会上面已经蛮前段的班的人了吧，他们每个人都不敢生。
然后每个人也都不敢买，甚至他们要去买新北或桃园，大家都觉得不要说新北跟桃园，南投6年前大概800-900，现在没有1200是买不到房。对，就是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有点压力啊。也有人还在骂这支影片啊，或者在讲说房价论述太薄或什么，但我觉得他之所以那么多人看，就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感受。我不管理论它到底是长怎么样，然后怎么巴拉巴拉巴拉，但这个感受它是真实的。那如果这个社会的机制没有去解决这件事情的话，它终将会变成一个很反扑的力量。然后那个反扑或者是那个动荡，是老实说，至少我自己不想看到了。现在有点沉重，对，有点沉重。那我们接下来再猜一下那个2到5名呢会有哪些主题？再来第2名也是170万，170，对，我们有这么强的主题？刚刚哈是179。我们有这么强？有在这个170，我真的发现我对去年发生什么的事了吧？哦，我知道了，黄明志。黄明志答对了，很厉害。好，这是100同乡。没错，这是我们的黄明志的强者我朋友。然后我有发现这一集外国观众变比较多，我们台湾平均大概是3/4，但这一支台湾只不到一半，大部分就是马来西亚有15.8，香港11.2，还有新加坡5.1。我觉得明志真的是超级巨星。我觉得他真的超强，我很谢谢他愿意来。那个时候他还在那个走中奖的时候，又问我说：“你们这个做访谈的秘诀是什么？”找到一个很有名的来宾，找到一个厉害的来宾，这样就解决了。但我觉得也反映出今年我们的一个企图嘛，就是我们很想要把访谈做好。然后我们真的是从以前就是不太会做访谈，然后到今年决定有点感觉了，然后加更，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也比年初的时候真的会做访谈很多，会主持很多。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啊。那身为马来西亚人，怎么看待马来西亚？黄明志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马来西亚很红，但就是老爸老妈们对他的，当然就会争议，觉得对争议型，太像了。但我觉得无可否认，就是他这么多年走过来，关于当网红跟流量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强。但这集我觉得真的是他的访谈里面真的是很好看的一集，因为有有趣的部分，然后有的严肃的深度的部分，所以很厉害，这集很厉害。再猜猜有没有哪些题目？给点提示。对，我觉得我发现这一次的前5名就是很国际化。国际题。对，我必须说3、4名都是跟国外相关的议题。美国选举没有。可恶，韩国、日本，没错，第3名是韩国，第4名是日本。再猜猜，韩国提示一个，它跟注音符号红的路是很像的。韩文吗？答对了。韩文那一次就是对，这个可以。韩国人为什么想复活汉字？这有100万。那第4名呢？第4名日本，来公布答案了。公布答案。好，就是日本非法援交正在兴起。真的很强，对，真的很强。对。那个大久保公园，我那时候看那个影片的时候蛮震惊的，就是他那个拍他们在路上这样走，然后就这样一排，那时候其实觉得蛮震撼。就是全世界都在遇到超级的贫富差距，就会导致这件事情。第5名我们又回来台湾了，80到70。提示交通题，大众交通运输，国道客运，对，客运很有共鸣。这是9月6号上片的，觉得好厉害哦！这几支其实都很晚上片，然后都对，我觉得议题蛮分散的，然后而且都是深度的报道那一种，哇，太有趣了。其实觉得今年的趋势很健康哎，就是过去我们会发现很多都是中国议题相关，但今年的趋势其实更遍布世界各国，然后甚至包括台湾，它其实分布蛮平均的。对，而且我更意外是我们那个时候讨论说，我们要有更多的国际化，竟然还真的就有了，真的有差。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做很多时事题目，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其实刚好今年是大选年吧，就做很多选举的题目，然后在去年的台湾大事回顾。哇，真的很多哎，我们其实做了好多事。我以为我们去年有比较少做台湾议题，其实也没有。对，还是会跟到。就我觉得因为1月大选很多嘛，然后再我觉得4、5月刚好是那时候很多性侵、虐童、儿少议题非常多。对，然后再来接下来就很多台湾立法院的一些相关的事件，所以我们其实也访蛮多人的。好，再来呢，我们再来猜猜我们频道喜欢比例最高的影片。我来解释一下哦，喜欢比例的意思就是说，分母就是喜欢跟不喜欢加起来，那分子就是喜欢，然后这个百分比最高。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影片它的观看数不一定很高，可是有看到的人，他们都是蛮喜欢的。我觉得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女优，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题目。这种喜欢很高，就代表什么？大家都其实没什么意见。这个很聪明。你们去年有觉得心理学相关不读稿会上榜？你们今年有没有想要新增的系列吗？或者是想要把哪些打掉？有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没意见？觉得国际新闻，国际新闻大家没什么意见。
照顾弱势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人生百味哦人生百味哦，有可能呢。但没有。好，那我们看第一题。对，没错，太接近了这个很厉害，这个是接近日本的长照世青，然后他喜欢比例有90点。其实我们2个人都有猜对，就是其实是个国际，对，这算吗？这算没有国际吗？人有意见。对，这真的是照顾弱势，不会有人有意见。还有这个是我们的门口效应，他是第2名，然后第3名是其实张吉安导演，也是我们刚刚说马来西亚的。深耕马来西亚了，然后再来是季节性忧郁，然后最后一个很神奇，就是7个头发的冷知识。我们刚刚有讲到嘛，不读稿其实就是共估都没有。那除了心理学经验，还有多了就是冷知识跟强者访谈。你们有没有觉得冷知识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喜欢的比例？我觉得跟刚刚关姐讲的比较有关，就是没有人在意，没有人有意见哦，没有人争议。我觉得在意跟意见都是因为你看它的观看是很低的，就冷知识相关的东西，老实说，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观看真的是比较低，真的是不高。对，至少我们自己做起来是这样。我可以想象不读稿就绝对不会很好，因为他有比较强的个人意见的时候，我们受众够大的时候，就一定有人觉得不高兴。没错，这无法避免的事。再来呢，你们有猜哪一类或是哪一支影片的分享次数最多？这个应该好猜吧？观看数高，分享数一定高。对啊。哦，这逻辑很好。还有吗？中国的吧，人生百味，我觉得有机会就是应该说我在社群上真的有看到一堆人在分。对，我们有好几支强者。其实我真的在社群上看到别人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有人就直接贴说自己其实有做这一集。对，其实强者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好，我们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国会改革法案，对，它的分享次数有2.4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有2万、2.2万这样子。然后在第3名是这个，对，居然哦，他分享1.3万。其实我一开始没看这集，那时候关杰有推荐我去看，我觉得看完真的是收获非常多。然后再来是这个超慢跑，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忙吧，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快速运动的时间。然后最后一个很特别，居然这个我完全想不到原因是什么。其实真的很厉害，这些分享数字都很可怕。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强者，我朋友在里面就是霸榜的3名。我觉得比较有趣、比较特别是电子阳痿。自行对这一支你有特别的感觉吗？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词很强。我在读的时候也有觉得说，对，这个就是一个有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好。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可能知道电子阳痿，但是它就是一个模糊的词。所以，可是这支影片把它讲得很清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对，别人在讲什么时候，我很好拿来就跟别人讲，或者是就你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它在很多时刻可以用得到，所以我能够大概的理解它的工具性的意义了。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不能打游戏了，就是已经感受不到玩游戏的快乐。所以你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有啊，比较少玩。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想电子阳痿，我要改，我最喜欢这种色色的题目。就那时候楚龙说你不适合，你玩游戏。那最后我们也来聊聊我们在2024年到底做了哪些新尝试。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枪车我朋友的这个改版，就是像是开头的口白的调整啊，缩图的这个模板调整，然后也新增了一些节奏上面的变化。我在看很多访谈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会用画面创造一些变化，或者是用 BGM 去创造一些变化。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尝试，让大家在访谈当中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看然后有变化的东西。然后另外也有新增副主持人嘛，就佳宇偶尔会出现，然后还有加更，我们从每月的4更到了每月的6更。已经6更了。对，已经6更了。我觉得像是我朋友，是我们今年很认真想要把它做好的一条线，因为我们有发现它有很多的重效，然后实际上也符合现在的这个观影体验。就例如说，很多人是吃饭的时候看的，那你要让大家好配饭，那这种东西的长度大概30到40分钟，他可以自己决定。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尝试。它分享数其实也蛮高，就我们刚刚看到，它算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而且我觉得它真的帮助我认识很多人呢。像我昨天跟那个 Sam， 我就聊得好开心哦，我就觉得太好了，这个是我以前在看的人呐，哇，上班有动力了嘛？对，又多了一些事，虽然很累，我觉得毕竟读稿跟这个的时间差异真的太大，真的比较累，但还是做得上开心啊。你觉得嘞？像是我朋友痛苦，我没有，老实说，我觉得以执行来讲，像是我朋友是相对好执行的，就是比起我们自己写稿，因为你这时候蛮大的知识仰赖是在对方身上，老实说就是压力就在你身上而已嘛，就是你提问要问得好，我们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好好的提问，然后问到对的地方，然后这个跟自己完全产一支东西比起来，压力其实还是相对小一点。企划压力小，但是后制剪辑那边压力会变重。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它做了很久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像是你说蔡康永啊，或者是看板人物，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在很长时间的累积之下，变成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时代记忆？像你想到康熙来了，你连布景都想得出来。看板人物你也是想得出来他的片头啊什么的，那搞不好这个有机会，那我们可以努力花个3年5年来做这件事情。关姐怕，流汗，这个很多压力是我身上，我要主持好，对吧？
还有今天不读稿啊，就是这个单人的这个系列，就是我们会讲像麦当劳猎人这种比较我个人的输出，这就是想要从新媒体走到自媒体的部分。我觉得也还行，好像算还 OK 吗？你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算是新的尝试吧，就是从我们过去比较客观资讯的懒人包，然后慢慢过渡到我们现在放比较多自己的一些个人想法进去。我自己觉得一个蛮大的差异是它的互动感其实会变得比较强，就你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感会拉得比较近。然后对我来讲，我觉得两个东西都可以有，对一个频道来讲是一个健康的事啊。对，这个应该一开始还是因为就是自己也喜欢看，不管是伯恩啊或者九妹啊、阿迪他们聊这种东西，然后就想，对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节目那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些事情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被企划限制住。没有，我不能发，很多事情不能发。对，但我觉得你让我偶尔讲一些，对我也是有些企业的想法想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算蛮开心的。那未来我如果要把它改变的话，我自己是在这支影片当中特别的感受到环境对于一个影片的影响，就是像是不读稿这种东西，它更像是很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把那个场景设定在一个更个人的环境里面。例如说九妹就在他自己的书房，然后简单的拍，你就会觉得对，他真的就是他当下很有他的想法，或者他在东京民宿拍，就是我朋友在跟我聊天那种感觉。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的一般的正棚，或者是我们之前在这边讲今天不读稿的时候，这就是怪怪的。在这里面就在想说，如果我们要让他在摄影上面进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额外的简单的镜，或者是真的要在我家里面清出一个小地方，然后我就在那边弄这样子。这个是可能之后的进步的方向。我觉得你看我们做了自习机做几年，5-6年了吗？6对，做了6年了，我们才开始想原来摄影的知识是长这样子，剪辑影片知识长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连做节目的能力都没有，也是进步了。然后再来是 Shorts 部分，我们开发了这个走路聊聊，然后就尝试因为走路很红，我们就试试看，然后还发现不行，走路好累。对，好累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会一直出去走，然后他有很多不可控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向，我们还是喜欢稳定的量产。所以后来就有改变这件事情。我之前听台通他们就一直在讲说，他很好奇那些人到底要走去哪里，就每一个都在走，那他们到底是要走去哪里？你就很好奇，你就停留啦，那不就好了吗？对，你还讨论呢，这个根本不是一般短影会有的待遇。然后再来是精致版的这些开箱，就是更会做节目或更会做广告，这是终究要必备的能力。我觉得那时候有一支 Cheese 的影片，然后我们好像是 Shorts，然后再改回40秒广告。那一天的影片大家都在讨论广告，真的好厉害哦！广告居然大家就是在讨论，然后我都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好开心！爸爸，快点！开心。但我们希望把广告也变得好看一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想的事情。然后另外是快新闻嘛，就是我们现在在IG 上面会有一个一半荧幕，然后就是他们在讲说，这个发生一个很快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其实还是觉得说没有关系，可以做慢一点，但时事到底是不是已经被讨论到烂了，还是会影响它观看很多。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来增加一个快的，当然压力就在制作组这边了。对，关节好像是这个项目，速度率是不是增加？对，但这个也做得蛮开心的。然后再来是会员福利的部分，我们今年呢，就是在会员福利那边有很多改版，我们从原本的文字版真心话变成会动的影片版。那影片版也不是只有企划，有时候还会有字写加入，对，然后有多人真心话，还有更深度的隐藏版内容。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会员，莫名又开始工商。那会员我们的确还有在想更多的改版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有重新讨论了一下说，那会员到底是为什么会支持我们，跟想要看哪些东西？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会有一个改版。自习系的观众来自哪里呢？有一个这个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这会不会是一个 VPN 的集中地？对，我也在想，就是中国观众其实都是从这个深圳市的地方跳出来的，有可能，对。好，我们还是期待自己是一个永远的测试版，就是继续的努力的前进。如果自己没有持续修正的话，好像被时代淘汰也是必然的。所以我觉得要努力。没有，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想到很凶，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还是抱持着一个不前进就被淘汰的心态，在努力的生活。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我们的这些新尝试有什么的想法或者回馈，也都很欢迎，就是随时告诉我们。就我们不是只在经营一个单向的频道，而是经营一个社群，然后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好，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就是这些2024年的热门影片呢，你最喜欢哪一集？那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呢，也都欢迎去找来看看。那这边除了要谢谢大家在这个2024年的支持之外呢，也要祝大家这个蛇年丝丝顺利。
他很爱藏谐音梗。天哪，我念完了，我还想说这是什么他的梗每次都是他在藏。都是吗？我写了这个，然后给楚龙看，他怎么一点回馈都没有？我想说这个很烂吗？对，我偷渡完，然后楚龙就是完全没有对这个东西表示任何意见。哇，他写了烂东西，然后还想让大家对烂的东西表达意见。可是你们刚刚的反应让我很快乐。我能够理解他的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拜拜。